据上海一中法院微信公众号22日消息，2024年3月22日上午10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许瑶故意杀人、投放危险物质案，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许瑶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被告人许瑶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巧合的是，最近奈飞版《三体》首期刚刚播出，正在热映。冥冥中两件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让人扼腕叹息。今天，我的视频会详尽地回顾游族网络创始人林奇被害的始末，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中国法律界的奇案，希望大家喜欢。2020年12月16日，游族网络的董事长林奇因身体不适，被送入医院治疗。随后，警方发布消息称，林奇疑似中毒，嫌疑人为同事徐某。12月23日，游族网络发布通报，称林奇身体情况好转。12月25日，林奇被宣布不治身亡。1个月后，上海警方发布通报，在2020年12月17日17时许，警方接到报警称，某医院在诊疗时发现病患林某，男，39岁，疑似中毒。经查，发现林某的同事徐某，男，39岁，有重大作案嫌疑。林奇，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80后中国企业家代表之一，生前系游族网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CEO， 游族影业董事长。2009年，林奇创办游族网络，并任首席执行官一职。对于游族这个名字，林奇曾解释道，人因信仰而聚，一些有共同信仰的人走到一起，就成了一个族群，一个部落，而部落文明正是人类文明的开端。当年因游戏而聚的我们，给公司起名游族。同年，林奇带领游族网络自研首款战争策略产品36计正式上线，获得市场热捧。之后，推出女神联盟、少年三国志、少年西游记等精品游戏。在林奇带领下，游族网络发展成国内领先的互动娱乐供应商。2014年8月，创办游族影业，并任游族影业董事长，同时宣布游族影业已获得著名科幻小说《三体》的电影改编权。此外，游族网络还计划推出《三体》改编的5至6款游戏产品，计划通过全球协作，将《三体》打造为首个中国科幻大 IP。2015年，游族网络的股价巅峰时刻，林奇以22亿美元身价获得亚洲10大年轻富豪第5名。此后，林奇成为各大富豪榜的常客。2015年1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一同会见了林奇，了解《三体》电影拍摄情况。李元朝勉励林奇要把《三体》电影打造成一张名片。2016年11月，上海市网络游戏行业协会成立，林奇担任首任会长。许瑶，1981年出生，和林奇是同龄人。2003年，许瑶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2006年毕业于法国保罗塞尚大学法学院，2008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0年，许瑶在美国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任职律师。2010年5月至2017年4月，担任复兴集团的集团总裁助理、集团总法律顾问。在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手下工作的7年间，许瑶及其团队曾多次获得国际级权威媒体颁发的公司法务类奖项。有消息称，许瑶在复兴集团任职期间，年薪达到2000万元。2017年5月，许瑶入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据报道，精通法律的许瑶在游族公司拿下《三体》版权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林奇同他的关系也十分不错，但这样的蜜月期未能持续下去。随着《三体》开发工作的开展，两人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凸显。林奇对许瑶的进行职位调整和薪酬锐减，由此感到卸磨杀驴一样被利用了的许壮杀心顿起，经过处心积虑的准备，终于以投毒的形式杀死了林奇。
作为80后同龄人的许瑶，与林奇的交集源于《三体》。2014年，林奇曾宣布获得《三体》的改编权，为《三体》全球影视剧改编权等权利的唯一所有人，还号称要以单部2亿元，总计12亿元的投资额拍摄6部《三体》电影。据报道，当时的导演张帆帆作为《三体》开发的合作方之一，执意要自己担任《三体》电影导演，但林奇等合作方认为其能力尚未成熟，合作由此陷入僵局，《三体》电影化受阻。就在林奇深陷《三体》版权困局中时，精通法律的许瑶来了。许瑶于2017年5月加入游族，作为林奇的核心助理。2018年初，许瑶经过半年多的谈判，帮助林奇耗资1.2亿元，完成了对《三体》版权的收购。许瑶一入职就谈下来了公司以前僵持许久都谈不下来的《三体》版权。应该说，许壮是起了关键作用，有很大贡献的。而林奇也是投桃报李，任命许瑶为三体宇宙 CEO， 负责三体 IP 的孵化和开发，年薪高达2000万。但好景不长，在后续的版权内容开发过程中，林奇开始和许瑶出现分歧。许瑶请专门的三体 IP 运行的行内人来负责工作，需要的钱比较多，但是林奇把该给他的钱砍了3/4。林奇认为，许瑶虽然擅长法律问题，但未必适合继续负责三体的制作。于是，林奇把相关业务更多交给三体宇宙的副总裁，而许壮则被调整了岗位，甚至开始拒绝许瑶参与到三体的开发中。许瑶被逐渐边缘化，年薪也从2000万骤降为400-500万。而许瑶对林奇这样有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自然不满，遂起杀心。曾经的恩情转为怨恨，两个80后的成功男人上演了一出轰动社会的现实版商战谋杀剧。据知情人称，许瑶平时醉心于美剧《绝命毒师》，在上海青浦设有一处毒物实验室，平时会自己配制各类毒药，经常先拿猫、狗等宠物做实验，确定将宠物致死后才开始准备向人投毒。据报道，许瑶手里持有160多个手机号，专门在日本成立商贸公司进出口危险化学品，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各种毒品达100多种，最后自己专程飞到北京给董事长林奇投毒。许瑶处心积虑地毒杀林奇的手法专业，情节离奇，堪比美国好莱坞大片，故有人称许瑶为中国版的《绝命毒师》。《绝命毒师》为美国犯罪类电视连续剧，讲述了一位普通的高中化学老师沃尔特·怀特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为了给家人留下财产，而利用自己超凡的化学知识制造毒品，并成为世界顶级毒王的传奇犯罪故事。2020年12月17日，上海警方通报，在医院诊疗的病患林某疑似中毒，同事徐某因有重大作案嫌疑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之后证实，该起案件中的林某为游族网络董事长林奇，重大作案嫌疑人徐某则为游族网络子公司游族影业和三体宇宙公司的 CEO 许瑶。许瑶对刑法条款非常熟悉，被警方刑拘后，许瑶一直坚持零口供。目前为止，许瑶买毒、制毒和杀人动机都已经清楚，但是他不开口，无法在法律上将整个证据链坐实。零口供定罪在我国不是没有先例，但是对整个证据链的要求极高。对刑事诉讼规定的其他6类刑事证据而言，直接载明犯罪信息的书证、物证证明力最大，对被告人定罪显得尤为关键。同时，许瑶除了聘请律师团队做无罪辩护外，还提前做了大量精神病鉴定的准备，以期利用这一身份逃脱法律惩罚。据悉，许此前购买了大量书籍用于了解如何做精神鉴定，并且在网上搜索论文和资料，查询国内外因精神鉴定而避免处罚的判例。3月22日，据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许瑶因公司经营管理事宜与被害人林某产生矛盾，经预谋于2020年12月14日至15日间，在被害人林某食用物品中投毒，致林某中毒死亡。
许瑶还因工作上的原因与被害人赵某甲、赵某乙产生矛盾，经预谋于2020年9月至12月，在两人办公室内饮品等物品中投毒，致赵某甲、赵某乙等4人中毒。针对在零口供情况下，只要其他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嫌疑人买卖物品的记录、视频监控资料、鉴定等其他证据能够相互佐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也能够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林奇被害的事件中，让我们得到一个警示：无论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和防范自己身边的小人。这里的小人，主要指的是那些心胸狭隘、心理阴暗、性情偏激、报复心强的人。据了解，许瑶的人说，他虽然一般不发脾气，但如果处在非常纷乱的环境里，他有时会突然失去自己的自制力。一次在国外出差，登机手续出现突发状况，身处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许瑶整个思维完全乱掉，情绪亢奋到极点。突然，他用最脏最脏的脏话满天喷，这又侧面说明了他极为割裂的两面性和潜藏在身体里的恶魔。同时，许壮深爱美剧《绝命毒师》，平时喜欢研究毒物、毒药，所以当他感到自己受到了的强烈的不公正对待时，选择用毒药进行报复，也就不足为怪了。常言道，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君子之间的争斗会当面锣对面鼓地摆到桌面上进行，而小人则不然，他们通常会使用阴暗卑劣的下三滥手段，让你防不胜防。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